江南园林甲天下，苏州园林甲江南。这个论断是古建筑园林艺术专家陈从周提出的。陈从周与古建筑学家梁思成齐名，两人被称为北梁南陈。他保护的中国古园林遍布江浙沪，日本人称他为中国园林第一人，美国人说他是中国园林之父。1918年，陈从周出生在浙江杭州的一个商人之家。虽然从小学到大学，他读的都是外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，却最爱穿一身对金褂子，布鞋一双。我1956年考入了同济大学，师承于陈从周先生。陈先生他是文科出身，然后他自己去钻研建筑，自学成才。1953年的时候，同济大学成立了建筑系，陈先生就到了同济大学当老师，才情洋溢的挥手成文。54年、55年，他就带着学生把苏州园林的所有的建筑、所有的园林都画下来了，就出了《苏州园林》那本书。每一个景底下附了一句唐词、宋词。你不要简单的把它看作是一幢建筑物，是个人们闲情逸致的地方。虽因园林闻名，但陈从周从小研习书画。1946年，张大千就收他做了入室弟子。有一次我们一起从扬州市，当时住在扬州饭店里，那天有人在画画，旁边有个小姑娘去边上做说闲话。你看看两瓣竹子就出来了，这种画好值钱啊！陈先生听了就画了一朵兰花，盖了个章，你们拿去卖卖看，看值不值钱。那个一个小伙计拿了花就奔到这个文商店去了，晓得一会儿就跑回家了，手里拿了50块钱去。在我们那个工资里还是60块钱一个月。陈从周是第一个把中国园林真正带出国门的人。1980年，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里，他建造的中国园林明轩引起了全美的轰动。当时的美国总统、国务卿都多次去参观。这个小园子还蕴藏着他对恩师张大千的一份感念。当时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购到一套中国的明代的家具，因此想建立一个陈列室。这明代家具当然应该放在中国式的房子里。有人就建议说，这方面的东西该请教请教陈先生。陈先生一看，他说这个是一个画室的里面的家具，他就带了这些美国客人到苏州王氏园林东北的一个院子，电春颐，有花圃，有水池，有假山，有半亭。以前张大千在里面住过，就按照这个花园在里面来做一个。陈从周和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是好朋友，一起去听昆曲，逛苏州的园林。贝先生做的香山饭店、香港的中国银行，都是陈先生在帮他很好出点子。1983、84年，晚年的陈从周在丧妻失子的创痛中，受命主持上海豫园东部的重建。他住的同济村住在村子的后面，路过我家门口会喊：“尤金生，来吧，跟我与会合照去。”有一次到了园区以后，爬东爬西看到以后回来就跟我讲，门口去马包香一起，每个师傅一根，抽着说闲话。这个烟抽完了，他就说：“老师傅啊，烟不是白吃的啊，来，这两块石头重新搬一搬，这两块石头重新搬一搬。”这样把这压下去。陈从周先生2000年去世，享年82岁。他用自己深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，把中国的园林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。没有他，现在许多中国的地方不会这么美。